娜娜，给我出去！我的孩子因为你而没有了，我的孩子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徐莹，你深爱一辈子的那个女人，是她杀死了我的孩子。她为了报复你，把我从楼梯上推下去，还有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懂吗？你说什么？是徐莹把你？对，就是她。更准确的说，是你杀死了我的孩子。她为了报复你，把我从楼梯上推下去，我的孩子却成了替罪羊。过去这5年，你折磨我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杀死我的孩子。娜娜，不信你去问问他，问问他是怎么把我从楼梯上推下去的。你们曾经那么相爱，这一切你应该都知道吧？是你们结婚后的。你不是人，是你害死我的孩子，是你杀死我的孩子，是你！放开我！让给我的孩子！娜娜，你害死我的孩子！娜娜，你害死我的孩子！是你害死我的孩子！我的孩子！娜娜，你静点！我的孩子！你先出去给我！我的孩子！娜娜，你是你害死的！是你！你出去吧！是你！娜娜，你冷静点！娜娜。这么哭一场痛快多了吧？你打电话叫我过来，是为了让我给你撒个谎，对吗？哪里有说谎？我今天早上流产的，早上孩子还在我肚子里呼吸呢，现在都没有了，哪里有说谎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来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啊。我再也不可能怀孕了。医生告诉我，我永远也不可能怀孕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娜娜怎么样？你现在知道关心你老婆了？你知道娜娜有多想怀孕吗？为了你，她想要这个孩子，都不应该说是想要，是需要。她以为她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就永远都不会离开她。我没有害她，我连孩子的床都买好了，我怎么可能害她？韩靖宇，娜娜永远都不会再怀孕了，是永远。大嫂呢？你干什么？你放开！这就是你报复的方式。等娜娜怀孕了，然后害死我们的孩子。大嫂流产了，孩子流产了，你不知道？你要报复我，你就冲着我来。娜娜有什么错？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错？你也是个女人，你也是个孩子的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是个妈妈，我怎么可能那么做？对，你也是当妈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到这个时候，你对娜娜一点歉意都没有。许，我是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
可是如果你要惩罚我，你也已经做到了。你让我失去了我的第一个孩子，现在，你又让我失去了我的第二个孩子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满意啊？你让我每天受煎熬，是让我从金山上面跳下去，还是你跟我一起掉下去，同归于尽？我没有推他。够了！就像你说的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你从一开始就不该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是啊，但是现在听不到，妈妈之后可以听到。平安要不要试一下？来，你对着这里喊妈妈。妈妈，声音太小了，大一点声。妈妈，再来。妈妈，再来。妈妈。怎么样？没有，听说没跟秘书说一声就出去了。他没有跟秘书说一声就出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对，而且司机也不清楚他去哪儿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好。喂，在哪里啊？忘了。今天公司有会。天哪，那就太遗憾了。你不用赶回来了，会已经延期了。你在医院里好好照顾好娜娜吧。流产了。妈，就麻烦你了。今天晚上平安就住在那边，明天我再去接他。住在我这儿当然没问题啦。不过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没有，明天再说。我先挂了。啊。平安今天不回来。累了就靠在你肩膀上吗？要说出来啊！累了就靠在我的肩膀上。累了就靠在我的肩膀上。
真的没有推他。没错，我是很嫉妒他的孩子，受到众人的宠爱跟祝福，那么期盼被生下来，不像另外一个可怜的孩子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害死他，我真的没有推他。没有，不是徐护士，徐护士没有推他。还会自己出去呢？好，那你有了消息尽快给我打电话。啊，先这样。娜娜，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了？来，你一个电话都不打，你知道我和蔡丽有多担心你吗？孩子都没了，你还担心我干什么？孩子没了，我心里也很难受，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。可是孩子没了，我们还是夫妻，我们还要过日子，对吗？你为什么要跟我复合？我们不该复合的，我错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该回来。我从医院醒来那天，跑去婚礼现场。其实你不是去祝贺徐宇，你是要阻止徐英嫁给徐宇，是吧？你是不是觉得跟徐英复合无望了，所以才接受我的？韩春雨，你说你爱过我吗？你说你爱我吗？你说。你是一个好女人。好女人。好女人，你为什么不说你爱我？好女人，你为什么不好好跟我在一起？好女人，你为什么还背着我偷偷跟徐英见面？因为你的自私，害得我伤痕累累，我的孩子都因为你没有了。那我们离婚吧。后悔的是我可能真的不应该答应你重新跟你在一起。娜娜，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补偿你？让我去死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你说，
你能把孩子还给我吗？啊！你告诉我，你能不能把我的孩子救活？请进。董事长，韩总来了。啊，请他进来吧。请坐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那么快会回来上班，我还以为你会在家多休2天，我还以为你会多陪陪娜娜。她现在身体怎么样？好多了。身体是可以康复的，但是孩子，一个你们盼了那么久的孩子，说没就没了，他心里的打击会让他受不了的。老顾知道这事儿吗？知道。当初他听说娜娜有孩子了，他还在想你们这个孩子将来可以继承我们2家的鲜活和我们的产业。现在孙子都没了，行，不说他，不说他。你复职以后表现还是很不错的，同事们对你的评价也很高。董事长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，我想先出去了。那你等我一下吧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娜娜。太太，韩先生特意吩咐我做的，让你一定要吃。拿出去。可是，我叫你拿出去。徐莹，累了，就靠在我的肩膀。宝贝儿，舅妈怎么来了？舅妈不放心，来看看你。来，让舅妈抱抱，让舅妈抱抱。怎么，血流的多不多呀？啊，多不多呀？还好，谢谢舅妈关心。赶快走，快走。小心哦。娜娜，舅妈是过来人，这个时候我得提醒你，你千万不能受风的啊。但是过些天你也不能老在家里这么糗着，你出去走动走动，晒晒太阳。我让莹莹过来陪她2天吧。不用，莹莹照顾西雨已经很辛苦了，我这段时间会早点下班，天天回来照顾娜娜。哼，多亏了弟妹，我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哪敢劳烦她来呀？你在说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
你小产怎么会跟莹莹有关系呢？因为是意外。什么意外？你既然说是意外，娜娜，怎么了，娜娜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可能是怕我的孩子跟平安争财产吧，所以就把我从楼梯上推下去，害我没了孩子。你在说什么？为了财产把你从楼梯上推下去了？对，是为了财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跟我是写过保证书的，我们江家的每一分钱跟他跟平安是没有关系的，不会因为财产的事情把你从楼梯上推下来。可能是我弄错了吧，舅妈。我有点累了，回去休息。没了孩子，娜娜的心情一时很难平复，舅妈别往心里去。一个人心情再不好，说话还是要有分寸的。许英她是我的儿媳妇，我不允许在这么大的事情上冤枉她、栽赃她。我先回去，不用走，照顾好娜娜。居然签了放弃财产保证书。意外？哼，你还真是有情有义呀！就连自己的孩子都没了，还要袒护老情人，我能理解。反正你一直都是把他放在身后，好好保护他，是吧？我不是在袒护他，袒护也没用，就算1分钱没有，他还是会留在江家。我看他是真的爱上西雨了，永远也回不到你身边。不然你让我怎么说？跟舅妈说出真相，告诉她平安是我的儿子，告诉她西雨娶的是我以前爱的女人，这是你要的结果吗？妈回来了，今天好像比较晚啊。出大事了，娜娜流产了。大嫂流产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你过来一下吧。娜娜流产的事情，你早就知道了吧？她说的是真的吗？她现在她肚子里的孩子流产了，跟你是有关系的。她说因为你担心她肚子里的孩子跟平安来平分我们江家的财产，这是真的吗？妈，那是意外，你要相信我。什么叫意外？什么叫意外？是，我真的就不明白了。以前你们俩的关系多好啊，他时时处处都维护着你，都帮着你，为什么现在说翻脸就翻脸了？再说了，莹莹，我们江家的财产跟你的孩子跟他的孩子有什么关系？我想大嫂是因为失去孩子太难过了，所以她才会这么说。而且之前是我有责任，她会这么说，我可以理解。等过一阵子她心情平复一些，我会亲自跟她道歉，请她原谅我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妈，您说。我想请你记住了。你跟我签署的放弃财产的保证书是具有法律效应的。我知道。
嫂真的流产了。那妈叫你进去干嘛呢？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是徐护士，徐护士没有推她。哥，什么叫嫂子没有推她？哥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哥，没有推她是什么意思啊？徐护士没有推她。没有推她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小姐，就算这条路是你家开的，走路也要看车呀。对不起啊。走吧。你不好奇我刚刚在想什么吗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我大嫂，她流产了，所以最近心情不是很好。我约了她。这是你说的，我就不回公司了。回去吧，别让你大嫂久等。好，那就明天见了，拜。拜拜。这激情。大嫂，兄弟，啊，手机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大嫂，这位呢是我老板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大嫂，你别理他，他这个人啊就是这样。来，我们走吧。这台相机是你新买的？我老板送的。刚刚那位？我就这么一个老板。看来你跟他的感情很好，他还送你相机。是他前女友送他的生日礼物，大概是决心把前女友给忘了吧，所以就送给我了。前女友的礼物你不在意吗？我为什么要在意啊？哎呀，大嫂你别误会，我们不是那种关系，至少现在还不是。两位点点什么？我看一下。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女朋友不需要这个。你有女朋友了？大嫂，你喝什么？大嫂。啊？你喝什么？美式咖啡。好的。谢谢。舅妈有没有见过你的男朋友？哎呀，说了还不是男朋友。你不喜欢他？我喜欢他，不过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。哎，大嫂，今天约你出来是说你的事，你还好吗？不好，医生说以后都不能生育了。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，没孩子也没什么关系啊。你看你跟振宇哥不是相处的挺好的吗？大嫂，对不起，我这个人不太会安慰人。不会啊，这个家还有你来安慰我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嫂子呢？嫂子也很关心你的。我很好奇。你好奇什么？
你知道我这个人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，所以我就直说了。你跟嫂子最近到底怎么了？我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。以前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会站在她那边，可为什么这一次，你会觉得是她害了你？我还以为你来是安慰我。我是来安慰你的，但我也想知道真相啊。悉尼，你到底有多了解徐英？应该跟大嫂差不多吧？不可能，你根本就无法想象徐英是什么样的人。那么，真的是嫂子害你流产的？还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事情，你知道平安的父亲是谁吗？平安的父亲是……跟舅妈说出真相，告诉她平安是我的儿子，告诉她细雨娶的是我以前爱的女人，这是你要的结果吗？真让人头疼，大家怎么会过得这么复杂？等会儿，碰个面吧。总之，趁心里陷得不是太深的时候，我希望你离开他。我就求你这一次。
和悉尼断绝关系，好吗？干嘛又一个人坐在这里啊？愁眉苦脸的装忧郁啊？哎呀，笑一下嘛！这样好了，如果你笑一笑的话，我这个月的工资啊，就让你打8折。还不笑？哎呀，你笑起来的话，我这个月的工资就让你打5折，对折哦。哎，我只听说过男人为了博取美人一笑砸重金的，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员工为了博取老板一笑而自动降薪的。哎，对了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。再笑多一点嘛，再笑开一点，保持啊，保持这个样子，听到没有？笑，笑。这是爸爸的名字，江西宇。这是儿子，平安。西雨，先休息一下，喝点东西吧。来，谢谢。西雨，每个月的这一天是幼儿园的爸爸日，每个小朋友都由他们的爸爸带他们去上学。西雨，你带平安去上学好不好？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，我也会陪着你去。平安，你也很希望爸爸带你去上学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你再考虑考虑，还有几天的时间。西雨会考虑。悉尼，你下班了？我今天见过大嫂了。嫂子，平安的爸爸到底是谁？是西雨。你不要再给我拐弯抹角了。我是问，平安的亲生爸爸到底是谁？我是说真的，那个男人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对平安也是。我只认定西雨是平安的爸爸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袒护也没用，就算1分钱没有，他还是会留在江家。我看他是真的爱上西雨了，永远也回不到你身边。喂，你真的签了放弃财产的保证书吗？我签了。所以呢？所以就算是你没有了江家的财产，你还是要留在西雨的身边，是吗？是。你觉得很不可思议是不是？我嫁的是西雨，不是江家的财产。就算有一天西雨失去江家所有的一切，我也不会离开他。就算有一天我离开他，我也不会回到你身边。所以拜托你好不好？我们到此为止。
我们谈谈吧。难道你希望一直这样下去吗？才这么几天你就难受了？我被老公忽略的日子过了5年，你这几天就难受了？我没有办法让时光倒流，我没有那个能力。可是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怎么做才能补偿你？你说出来，能做的我一定去做。我要做什么都可以，真的吗？你说啊！我要领养平安，我要做平安的母亲。把背带穿好啊！细雨，我要送平安上学去了。平安，跟爸爸说再见。爸爸再见。我们走了，你先进去啊。细雨是不是有话要说啊？那我们走了，我们要迟到了。今天是爸爸日，每个小朋友都会让爸爸带着去上学的。西雨是平安的爸爸。那我们走吧。老师好。好，你好。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？是不是爸爸陪你上学的关系呢？平安来啦，平安爸爸也来了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是平安的爸爸。你好。来，走了。哎，江太太啊，我们下周6有个联欢会，要不要一起过来？江太太，江太太，下周6有时间吗？可以的，那欢迎你啊。平安，这是你爸爸吗？你爸爸看起来好奇怪。细雨，平安呢？早啊！早。早啊，小谢。早。老板呢？出差去了。出差？那我们下午的外拍怎么办？喂，老板要出差到什么时候，我就要休假到什么时候。老板那个人神出鬼没的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们2个不是在谈恋爱吗？吵架啦？哎，鸡婆！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. 搞什么东西啊？细雨，这个你喝。细雨，你怎么了嘛？你跟徐护士说说呀，徐护士很想知道呢。西雨不是笨蛋。大嫂，你怎么会来啊？我过来看看啊。
旭最近怎么样？你跟你的儿子平安相处得好吗？怎么了？是不是相处得不太好啊？大嫂，是我不对，你要怎么伤害我都可以。可是西雨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请你不要伤害他，好不好？我怎么伤害西雨了？我只是问问他跟他的儿子相处得怎么样，我怎么伤害他了？也是，西雨又不是平安的亲生父亲，平安的亲生父亲是……大嫂，这里又没有其他人，你怕什么？我们出去说好不好？哎，悉尼，我跟大嫂有点事要出去，麻烦你照顾一下西雨。哦，悉尼回来了。是啊，大嫂。哦，走吧。大嫂，我答应你，你跟我老公的关系我不会告诉舅妈的。我们之间早就没有关系了。那平安呢？平安是我跟西雨的孩子。不，平安是我跟振宇的孩子。什么意思？我要领养平安。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平安身上流的是振宇的血，但是平安他真的不行。你跟西雨还可以再生一个自己的孩子，而我跟振宇已经不可能了。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，现在还我一个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有什么不可以呀？是表哥要你这么说的吗？是他要你这么做的吗？舅妈那边你放心，我会告诉他是我想领养平安这个孩子。反正他本来就觉得平安碍眼，我领养他正合他的意。你以后也不会因为平安而看婆婆脸色过日子。其实我是在帮你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不可能，我不会让平安离开我身边的。那我们就法院见喽。如果你不怕你的关系跟我老公的关系被公布出去，西雨受伤害，你被赶出家门的话，我也不怕。大嫂，你自己好自为之，别弄得连西雨都懒得理你，到时候可就得不偿失了。韩振宇，你不是说你要放弃平安吗？为什么现在又要领养他？你说什么？我已经见过大嫂了，我再说一次，平安跟你没有关系，他是我的孩子，我不会放弃他的。喂。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平安是谁的小孩？振宇哥的？平安是你跟振宇哥生的小孩？我问你，平安是谁的小孩？是不是你跟振宇哥生的？
你说啊，你回答我。所以5年前抛弃你的那个男人，是振宇哥，是吗？他们是兄弟，虽然不是同一个妈生的，但对我来说同样是哥。你怎么可以？不是这样的，悉尼，他们2个其实不是。答应你的事，我不会反悔。信里面的内容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。我可以相信你，对吗？明知道他们是兄弟，你怎么还可以跟我哥结婚？难道结婚的时候你得了失忆症吗？还是为了报复振宇哥，所以才故意嫁给我哥？不是这样的。那是怎么样？你怎么可以结这种婚？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虽然我哥什么都不懂，像孩子一样，可是他有多喜欢你，多爱你。我妈如果知道真相的话，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？我哥会怎么样？你真的太过分了！哎，悉尼，你要去哪里？走开！我拜托你，不要告诉妈，我求你了。好，要我不说也行，你自己走，随便编个什么理由，自己离开这个家。你不要再得寸进尺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究竟要愚弄大家到什么时候你才高兴？我没有那个意思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现在讲不清楚，可是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。那是怎么样？平安不是振宇哥的小孩，还是我哥和振宇哥不是兄弟？没话说了吧？悉尼，等西雨痊愈了，等他痊愈我就离开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不是的，是真的。西雨一直在进步，这段时间我一直瞒着妈，每天带她去医院治疗。医生已经说了，西雨的病不是天生的，她有机会可以痊愈。是妈根本就不相信，不愿意接受治疗，一直用她的方式。你真的是很会转移话题、推卸责任，现在竟然把错误推卸到我妈身上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也没有跟你追究细雨的疾病是谁造成的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多给我一点时间。细雨是有希望的，她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，不用像现在这样每天都待在家里。我看需要治疗的人是你。悉尼，你不信就跟我去见医生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明知道有机会，可是妈就是不相信我。如果你也不帮我的话，我怎么忍心抛下细雨一个人离开？反正你迟早会被赶出去的。哥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西雨在等徐护士，徐护士还没有回来。我刚才看见嫂子了，她说要去散步，晚一点才回来。来，我们先回家去吧，走，走吧。哥，别去找她了。我说不要去找他了，我们让他回到自己的家吧，就像以前那样，妈、哥，跟我3个人，我们一起生活，好不好？西尼，徐护士跟哥是夫妻，夫妻要生活在一起。那个女人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，她不是好女人，她很坏，她坏得不得了。她，
很坏。哥，我。有点坏。不坏，不坏，悉尼不坏，哥哥坏。悉尼不哭，哥哥坏。你是在安慰我吗？我哥什么时候懂得安慰人了？哥哥坏，悉尼不要哭。细雨一直在进步，这段时间我一直瞒着妈，每天带她去医院治疗。医生已经说了，细雨的病不是天生的，她有机会可以痊愈的。悉尼，不哭了。振宇跟西雨，他们两个并不是亲兄弟，我应该说出来。可是我没有证据，说了又有谁会相信呢？喂，悉尼。喂，把医院的地址和医生的姓名告诉我。你要去医院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徐护士一个人出来散步很危险。细雨怕徐护士危险，所以出来找徐护士。细雨，我们一起约会好不好？像其他的夫妻一样，开开心心的做一些幼稚的事情。一起约会好不好？你好幼稚。所以你说，我哥有可能治好，是吗？是。病人目前还在接受治疗，虽然现在看效果还不是很明显，但是通过病人太太带来的日记来看，进步还是很明显的。可是我跟我哥住了那么多年，他一直很固执，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现在能够接受平安，并且深爱自己的太太，如果是以前的江细宇先生，有可能吗？可是还是说不通，为了治好我哥，我妈试了很多办法，但都不行。是这样，这个病呢，并不是吃药打针就可以治好的病，而是要治疗病人内心的病。以前关闭跟世界沟通的大门，先通过他的太太，慢慢的走出来。我相信我这样说你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吧。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能告诉家人呢？那是因为你母亲的关系。江细宇先生紧闭内心，母亲应该是最大的原因。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更不愿意配合治疗。江太太身为儿媳妇，
应该不太容易说服婆婆。董事长，悉尼小姐来了。我现在没空。悉尼小姐。怎么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？是不是对摄影又不感兴趣了，想换工作了？还是被你的老板炒鱿鱼了？妈，我想跟我说什么？妈很爱哥，对吧？你想跟我说什么？妈为什么这么爱哥？难道就不能少爱一点吗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这样做没错，可是哥如果可以好起来的话，希望妈能够重新考虑，让哥去做治疗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啊，是不是在外头听说些什么了？妈，你这样做没错。我是在问你，是不是在外头听说了些什么了？出去。